Hello，脑哥，欢迎收看本周的币圈周报。我们现在录制的当下呢，比特币是已经站上了66000美元哦，以太坊也站上了3500美元上方。你可能很好奇说，这个礼拜明明就没有什么利好的消息，为什么比特币市场可以一直这样涨？而且呢 Mt. Gox 他们的卖压也还没有结束。现在的比特币上涨，是我们长达3个月的下跌的小小反弹，还是说真的牛市就要开始了呢？这礼拜我们整理了很多跟数据有关的新闻哦，但是一样开始之前必须要说一句，这一切都不构成投资建议。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在过去几个月呢，偏偏就是没有这么多的利多的消息可以给大家听哦。就是比特币连续涨了几天1、2个礼拜的时候，各个分析师就开始告诉你说，其实比特币已经跌入谷底了。说明他们就是精准的，说不定这只是因为演算法就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利好的消息。但无论如何，了解这些数据跟新闻焦点，绝对对你接下来的投资会有一点帮助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第一个新闻我们看到，这个是所有人对于上个礼拜开始比特币市场开始普涨的一个最大的解释，就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唐纳川普Donald Trump， 他在一次演讲的时候被人家开枪射击，但没有死。这个直接让他在社群当中的支持率是攀升了很多的百分点哦。现在基本上大家都认为说川普要当选，川普要当选。当然，就是我觉得说，如果你今天支持这个人的话，我们不要在社群媒体上立这些 flag。但是你从各个的预测市场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位比较倾向于支持加密货币对 crypto 比较友善的总统，现在的胜选率是被认为比较高一点的哦。尤其如果你是一个台湾人，你知道我们曾经有这个3多少事件，就是我们之前曾经有一位总统候选人就是因为在受枪击之后高票当选了。这个相关的历史大家可以再自己去查。所以台湾的币圈社群对这件事情是非常期待哦。结果，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天凌晨宣布退出2024大选，同时支持由副总统贺锦丽接棒出马，并表示民主党是时候团结起来击败川普了。那川普对于加密货币友好这件事情，虽然不是他一直以来的看法，就像我们说的，其实你在17、18年，甚至在2020的时候，他依然都是对加密货币比较不友善的一个态度哦。但是这件事情在这一轮牛市开始，显然是出现了一个大的转折啊。川普希望美国在中国之前掌握加密领域，计划推出第4个 NFT 系列。我们都知道 Donald Trump 已经在以太坊区块链上面发行了非常多的他的 NFT 系列啊。他最近又说他已经做了3次，而且他还打算再做一次，因为人民希望他再做一次。而且他有提到说，他真正注意到的是，这所有的交易，他说的是几乎所有都可以用加密货币来完成支付，这让他大开眼界。他表示说，美国的加密货币产业仍然处于起步的状态，但已经拥有良好的基础。而且重点来了，他不想要让另一个国家来接管这个领域。言下之意，其实就是许多的币圈人一直在讲的。如果说今天美国一直对加密货币采用这种很严格的监管，让加密货币的公司都不敢在美国注册，因为你如果注册的话，你就说它是证券什么的，全部都出逃到国外。如果他跑到欧洲国家，他跑到亚洲国家，甚至跑到中国，那肯定就是美国总统最不想看到的事情。而当他发现说很多的公司真的都逃离美国，他发现说这件事情必须要正视，很可能美国会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尤其是如果执政党换成共和党的话，更加的对加密货币友善的政策就可能会出台了。下一个我们看到，比特币将喷涨上攻22万美元。分析师观察矿工投降模式来找目标价。各位，如果你过去都有看币圈周报的话，你发现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讲了至少4、5次了吧？就是矿工投降其实概念。我们在4月份比特币减半的时候就提到当减半的时候，我们需要等小矿工们都已经退出这个市场了，大矿工才会拉盘。但是我们不是矿工，然后我们不能预测未来，所以我们只能推理。好，然后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说因为明文跟符文的关系，所以现在小矿工似乎还没有退出，所以大矿工还在等。然后呢，就在前2个礼拜，我们发现了矿工真正的一个退出潮要发生了。当时有没有可能就是底部？现在回头来看，当时似乎还可能真的就是底部。而在上个礼拜呢，这个叫加密货币分析公司 Cryptonomy 也在推特贴文表示说，现在矿工投降期结束之后，比特币通常会开启长达数月乃至1年的大涨势。Told you man 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大家都知道，只不过在币价下跌的时候呢，任何人讲你都不会听；币价上涨的时候，大家才会说Let's go。所以 OK， 所以这个图就是这样，反正每一次就是减半的时候呢，因为矿工算力下跌，然后之后是上涨；减半呢，矿工算力下跌，然后上涨。然后这一次的减半呢，矿工算力没有立刻下跌，所以接下来会不会涨呢？没有人知道，提供大家参考。下一个我们看到这个也是商币的新闻，这个是他引用另一个分析平台叫 Sentiment 他说比特币的持有者在过去1个月减少了67万，对反弹来说是好兆头。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数据就在过去1个月的期间，比特币大户跟比特币小户的持有者的数量是在反向的一个变动反正你们发现一件事情，比特币持有量大于0的地址，在过去1个月中减少了672500多个。这是自从2023年9月中旬到10月中旬，注意这个是牛市开始以来，比特币持有者最长的净减少。该平台认为这个趋势可能表明投资者还没有足够的信心重返市场，而这只会让反弹的机会增加。你发现上一次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比特币的持有者的数量大幅下降，正好是在23年的9月到10月。如果你现在打开比特币的价格走势图，你会发现2023年10月就是比特币开始暴涨的这段期间。当然，我们不能说历史会直接的重复，但是你可以看到另一个很凑巧的数字是，这位是币圈非常知名的数据平台 CryptoQuant 的创办人这个韩国小哥，他发现另一件事情，那就是巨鲸的钱包就是你一个钱包里面拥有超过1000颗比特币的人，在这一段时间呢持续的上涨，已经累积了超过180万个比特币。他说，在2021年的时候呢，当年只流入差不多7万颗比特币到这样的大钱包，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每一个礼拜10万颗比特币流进这样的大钱包的过程。所以你发现巨鲸跟散户在做的事情是完全相反。那些没有太多比特币的人，他们在这段时间把比特币的钱包清零了，而那些拥有超过1000颗比特币的人，他们这段时间是在更快速的累积比特币。你会认为说，大户在买比特币的时候，价格不是会上涨吗？这个数据平台老板告诉你，他们是透过这个 OTC market 就是场外交易的方式。通常如果我们在交易所，你直接挂很大的买盘或者是卖盘，价格会波动很快。但是这些真正的巨鲸，他们当然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会在场外交易的方式，就直接跟其他拥有钱或者拥有比特币的人约好一个价格，就是大额的交换，这样就不会直接影响到市场。那这样就可以在下跌的市场中继续用便宜的价钱买比特币了。那这个很鲜明的一个散户跟大户的买卖模式，当然不代表说今天大户在做什么事情，接下来就会涨；散户在做什么事情，接下来就会跌。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正是加密货币领域的投资人你应该要好好善用的一个数据在过去的金融市场，你往往都会觉得说今天他们虽然说我必须要揭露他们的资讯，但是往往揭露都是已经揭露之前发生的事情。但是区块链是你实时在链上的数据就可以看见真正的所谓的大户，你不一定要知道说他是一个多聪明的人，但是至少你知道说 OK， 所以现在主要的巨鲸在做哪个方向的事情，主要的散户在做哪个方向的事情。即使我们不知道说最后谁对谁错，但是如果你心中有一个想法，你想要跟着散户做事情，还是你想要跟着巨鲸做事情，你都可以做出自己的决定了。所以提供大家参考。像我们看到 Mt. Gox 钱包再转移30亿美元的 BTC， 比特币涨势踩刹车，失守6.3万美元。上个礼拜在涨到6万4、6万5的时候，又一度回踩嘛。但我现在录的时候，它已经回来了。这个新闻给大家看，只想告诉大家说的事情就是利空正在出。就有另一个新闻是说，德国的政府卖比特币的消息，然后德国政府跳出来说其实他们的卖出并没有对市场有太大的影响，主要的影响都是恐慌那我其实蛮认同的，就是虽然说德国政府自己讲这样的话，好像也没有太有说服力。那有些人是认为说德国政府跑出来讲这句话，他想要让社群知道他没有那么讨厌比特币总之呢，就是任何的事情你都可以用两面去看这个新闻你可以解释的一个方式是，你看 Mt. Gox 它转30亿比特币的时候，比特币会跌，那它现在里面还有多少亿比特币？它之后如果再转比特币，可能还会跌，所以我现在还不能买进。但同时你也可以想说，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卖，或者说这个利空已经逐渐的出尽，这个恐慌逐渐的出掉了，所以现在可能会是一个买进的机会。没有办法替大家预测未来只能跟大家分享说，这件事情已经正在发生了。顺带一提，这个数字差不多是36% 的 Mt. Gox 的比特币所以你大有理由相信说，现在还有64% 的比特币还没有卖出，随时比特币是有可能砸盘的，所以大家非常的小心。好，下一个新闻我们看到爆料 ，SEC 通知发行人，以太坊现货 ETF 将于7月23日，也就是影片上架的隔天上市 ，ETH 冲击了3500美元。各位，这个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礼拜最大的一个利好消息就是以太坊的现货 ETF， 大家一直都在想说它大概什么时候会上市，但是都一直还没有很确定。现在呢，有可能最快在这礼拜2就已经上市交易所了，而且在这一则外媒的新闻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可能会至少有3档以太坊现货 ETF 会在这一天就可以上市。这很有趣这3档分别是贝莱德、富兰克林跟 VanEck那后面几档当然也是有可能会上市，但是这3档可能是相对几率更高一点的。那我上礼拜看到蛮多人对以太坊 ETF 的一个分析那当然是各有好坏。但是我发现了一件事情是，在这个 ETF 在上线的之前很久，我听到的更多的声音是，很多人会怀疑说大家没有办法把以太币介绍给那些传统金融的投资人，他们觉得说大家理解比特币，但是他们不理解以太币，所以他们可能不会买以太币。
在1-2个月之前，这样的声音是更多的，但是在最近反而是看好以太币的声音是更多了。举例来说，像 Bitwise 这边就提到，以太坊的现货 ETF 将推升 ETH 超过$5000。他提到了几个原因，包括说以太币较低的短期通膨率，就通货膨胀率，以太币的通膨率是比比特币还低的，这个希望大家是知道的。甚至有人说以太币是 Ultra Sound Money， 就是当交易量大的时候，它甚至不是通膨，而是通缩。那并且呢，与比特币矿工不同，以太币的质押者不需要出售，因为以太币的挖矿不需要耗电，所以他们有那些短期的营运成本，所以持续的这样子卖压，所以比比特币少。以及呢，以太币它是需要质押的，所以它会退出市场。像比特币的矿工，他们是花钱买矿机挖；以太币的矿工呢，或者说节点验证者呢，他们是质押以太币去挖以太币。所以他需要把以太币控在那边，然后他没有办法随时把它卖出，因此这个对卖压也是减少的。那这边我想要讲的是，因为我们作为币圈投资人，这些事情可能50%以上的观众都已经知道。对你来说，这是不是对以太币的利好消息是一回事？但是这些传统金融的投资机构开始去找理由去说以太币是一个好东西，相对于比特币是一个好东西，这就是另一回事了。今天你是一个投资人，你可能还不知道 AI 到底多利好。今天你作为一个散户的投资人，或者是你是通讯产业的一个大户，你可能对于金融，你可能对于加密货币不是一个那么了解。但是呢，你非常信任的这位理专，他来自贝莱德的某一个高管，就开始告诉你说，你是不是买了比特币？你知道吗？以太币有这7个理由比比特币更好。就是你最后这个7个理由，你可能也没有听懂，但是你是不是有机会把以太币放进来，其实是更高的？我觉得也许是有可能的啦。那当然这件事情不确定性非常非常的高。我想要说的是，这完全就还是一个 buy the rumor 的阶段，就是这件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当你确定说，好，大家真的会开始买以太币，当时以太币的价格可能就已经在$4000甚至$5000上方了。而确实，在那个时候进场，你的胜率可能还是会比较高，因为你已经确定这个就是一个趋势了，接下来上涨的几率也比较大。但是，如果你能够成功的抓到它还在 rumor 阶段的情况，那你有可能就会买在更低的点位。不过呢，这也不代表说今天以太币 ETF 上市的时候你就应该要直接买，因为别忘了，比特币 ETF 刚上市的时候，1月11号那段时间，比特币的价格也是从那时候的高点直接跌了差不多10几20天。其原因是 GBTC 的卖压还是比较强。买 GBTC 的人，他们的成本价实在太低了，所以今天能够把它卖出，他们通常会选择卖出。以太币也有一样的情况，灰度他们有所谓的 ETH1，是他们当年就跟 GBTC 一样的东西，所以它有可能会在灰度的那一档以太坊现货 ETF 上市的时候，先进行一波的抛售，那市场可能会有预期这样的抛售发生，所以以太币现货 ETF 如果没有意外，大部分的人预期也是刚上市的时候可能会先有一个卖压，之后才是一个上涨的阶段。而这几件事情也让我觉得，如果说接下来的牛市真的会出现的话，前提是接下来牛市真的会出现，所有人一直在期待的牛市轮转也有可能会发生。因为你已经可以看到说，这个礼拜比特币的涨幅是比以太币高了，你也可以看到说有一些潜在的以太坊的利好消息要出现了，你甚至可以看到说，以太坊的这个利好消息似乎不会是在第一时间就爆发。那比特币、以太币再来其他山寨币的轮转，是不是就有可能如大家的预期出现呢？尤其你看到这个新闻Polygon 计划在9月4号进行 Matic 到 POL 代币的升级。这个新闻我们在半年前或者好几个月前就有知道过了，因为 Polygon 他们作为以太坊最大的一个 side chain， 他们原本是一个 POS 的一个侧链的一个技术，它不是 Layer 2。但是呢，其实他们的整个团队也有在打造包括 ZK EVM 等等的 Polygon 2.0的事情那这个消息其实在半年前我们就知道了，也知道说 Matic 之后会转换成 POL 来获取它整个生态网络的价值。而这件事情呢，他们将把它定位在9月4号，也就差不多2个月之后的时间。如果说这个都还得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我们真的能够看到接下来这段时间，比特币因为任何的总金降息的因素可以上涨，以太币随着之后以太坊 ETF 通过了之后的成长，然后呢，我们可以再看到再来最大的几个蓝筹的项目，包括 Solana 的 ETF 的预期，包括 Polygon 他们的升级预期，包括 Cardano 的一个升级的预期，能够带起山寨币的成长。那我们预期的一个健康的牛市就有可能会发生了，但这一切都还是 rumor， 预测成功的几率不到10%，纯粹就当做我现在在英国在胡思乱想，就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下一个我们看到美国失业率攀升，萨姆规则铺接近敲响衰退警钟。各位，我们如果说今天讲了太多利好消息，一定要讲的东西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总金的事情，所有人都在期待的9月份的降息，甚至11月的降息第2次，都觉得说这个是利好风险市场，可能整个股市或加密货币市场都会在那个时间上涨，因为联总会放水到市场上嘛。但是如果你去看
滚滚历史当中，每一次的大降息周期，通常其实是伴随着市场的一个衰退的情况。原因是通常政府会在真正需要降息的时候才做这样的事情，而真正需要降息的时候，往往就是市场已经过热，但是实体经济没有跟上的情况。好，美国失业率从前月的4%微幅上升到4.1%，已经接近触发一项可靠的衰退指标，名叫这个萨姆规则啊。这个规则呢，是指当失业率3个月移动平均升到比过去12个月低点高出至少0.5个百分点的时候，就表示经济已经开始衰退。从1970年来，它已经命中了每次的衰退。而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最不想要看到的，就是如果说现在因为任何的原因，比方说 post COVID 啊，或者是 AI 泡沫啊等等的原因，让整个股市跟全球经济有这个泡沫化的情况，有没有可能也会直接的联动到加密货币市场的熊市的到来？这个也是我们需要非常谨慎的事情啊，所以提供给大家参考。好，本周前单这个礼拜有一个比特币很大的一个消息啊。今年在纳什维尔的这个比特币峰会啊，将在7月25到27号举行。而在这个峰会上呢，7月27号，我们的前总统总统候选人 Donald Trump 将会在27号，也就是台北时间的礼拜六上台演讲。如果说川普在这个时候讲了什么样的东西啊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什么之类的有没有可能让比特币的市场振奋上涨呢？是有可能的。当然，在25号的时候，就台北时间礼拜4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另一个总统候选人这个康乃迪总统，这个 Robert Kennedy。我们可以看到女股神 Casey Wood， 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耶稣 Michael Saylor 等等的大咖，也会在这个时间发表他们对比特币的看法。通常如果在熊市或者是下跌的周期，这样子的比特币峰会有时候都是 sell news 的事件。那现在这段时间，如果你把它看成说，他可能 sell news 也是有可能的。上次的总统大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他真的开始在辩论的时候 ，MAGA 相关的民币就已经开始下跌了嘛。因为我们知道那段时间其实还整体的比例在下跌。而另一方面，如果你觉得现在已经是比特币开始复苏了，这个有没有可能成为加密货币市场、民币市场或者是任何这些人可能会支持的赛道的市场成长的一个契机呢？无论如何，在这个周末，大家是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消息的。下一个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降息相关这个11天之后，这个降息应该是不会发生11天后，这个7月底的时候 ，FOMC 会议会举行大概只有4% 的几率会降息，所以这个是大概符合大家的预期。那这个下个礼拜3的事情，有可能川普会在这个时候提及一些消息，因为我们知道川普其实不是一个希望这么快降息的人。你就觉得这个很奇怪，降息不是利好市场吗？但因为降息利好市场，现在是民主党在执政如果我是川普，我也会希望说，这段时间经济先不要太好，等我上台之后，我再来使用这些政策工具来让经济上涨，大家会更喜欢我。但本来这个7月份大家就不预期降息，所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那大额解锁的部分呢？这个礼拜3台北时间的早上8点，这个 AI 币Worldcoin WLD 有高达1.89%，这个1400万左右的大额解锁。那另一个比较大的是7月25号台北时间下午的6点。这个之前在币安 IO 的这个 Altlayer ALT 币有高达42% 流通量的币要解锁，这个是高达1亿美元这个好夸张，我点进去看一下 ，Altlayer 要解锁流通量的40%是在这个区间，7月25号，所以持有 Alt 币或者是相关代币的同学这段时间可以留意一下。好，那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币圈周报。那上个礼拜呢，我们也已经在伦敦拍这一支因为我是直接赶车到这边，然后一时之间虽然我当时也有带这个麦，但是显然那个收音是不太对的。希望这一次的收音有好一点那也很感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支持跟鼓励，以及对币圈市场的持续的关心。那我们终于看到连续2个礼拜的币价上涨当然，上个礼拜就有人在留言区说比特币都跌了3个月，现在涨个1个礼拜就在那边开心，笑死。是其实我当时看到的时候也觉得说他说的很有道理，只是这个有时候你就是在思考说，你到底是想要晚一点再开心，还是想要开心的早一点？你到底想要等比特币涨到10万，然后所有的 ETF 都已经上市，并且以华尔街为主的交易员都已经进来了，再告诉大家说 OK 比特币可以买，还是在这件事情是一个苗头出来的时候，就试图去抓到这一波趋势的开端？如果你是后者，你当然有可能开心的太早，你可能现在买明天直接比特币跌到5万，跌到4万，然后就失败。但如果你在风险控制得宜的情况下，如果你做出来的决定并不是说你看了这个 YouTube 影片你看了这个推特的贴文你看了这篇文章你就开始买，而是做了更多的研究，你在这么多的有潜力的市场当中找到了你觉得适合长期持有的
那你就有可能在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赚到一些别人没有赚到的红利了。那你觉得你是哪一种人呢？你觉得比特币市场值得你这样子在早期投入吗？可以在底下留言区跟大家分享。好了，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帮我按赞这个影片，分享给新的朋友。订阅我的频道，让 YouTube 知道找我们想看加密货币的内容，所以比特币就会涨。有任何问题都会在底下留言区留言问我。那当然，我是脑哥，我们下一集再见 ，peace。如果你想投资加密货币却还没有账号，可以使用底下的币安连结注册。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用底下的连结还可以享有交易手续费20%的返现。如果你想要量化交易、聪明投资，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网连结。派网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资交易所，一样使用推荐连结可以享有20%的手续费折扣。